I'm really sorry for what happened and I ask to apologize. 我昨天刷到个新闻，这个事儿虽然发生在上个月，但是老话说得好，好戏不怕晚。有些事儿当时看是热闹，放1个月再回头看，那才是刺骨的现实。就在上个月泰国曼谷的轻轨上发生了一起轰动整个东南亚的事件。一个25岁的泰国姑娘苏卡斯下班坐地铁回家，路上遇到了一大群大声喧哗的外国学生，她出于礼貌上前劝了一句，请安静一点。结果不仅没有换来一句抱歉反而招来了这些人的辱骂、竖中指。最绝的是带队老师非但不制止学生反而是理直气壮的当场放话，我们是带着钱来你们国家的。这句话一出，全网直接引发了热议。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出戏给扒一扒，看看这帮欧洲游客的傲慢嘴脸是怎么被硬核打脸的。更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为什么泰国的处理方式能让咱们国内无数网友看完了直呼解气又寒心。咱们还原一下当时车厢里的细节7月25号那天，苏卡兹下班坐地铁回家，当列车运行到沙拉登站的时候，车门打开，哗啦啦冲上来整整48号人。这个不是普通的散客而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游学团，里面呢全都是17、18岁的年轻人，有几名成年老师带队。短短几站路的时间里这48个人直接把公共车厢当成他们自己家的私人酒吧。有人呢是大声嚷嚷有人是嬉戏打闹，旁边的乘客都在皱眉，但是大家呢都没说话。苏卡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站出来了，非常有礼貌的用英语对着这群年轻人说了一句normal thing, like the normal, okay? Not scream, okay? 这按理说公共场所打扰了别人，正常人的反应都是不好意思呀，道个歉，把声音压低。但是这帮人是什么反应在很多欧洲人的固有刻板印象里东南亚就是低消费靠旅游业赏饭吃的地方。他们拿着欧元来到泰国心里面那股子子虚乌有的优越感瞬间就膨胀了。当一个本地姑娘上来劝阻的时候，这帮年轻人心里面想根本就不是我打扰到别人了，而是你一个本地人凭什么敢来管我们这些尊贵的欧洲客人。这些人瞬间围了过来，用粗俗的意大利语当面辱骂苏卡斯，对着他做出极其粗鲁的姿势，甚至有人竖起了中指，做出带有明显的挑衅动作。那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位带队老师作为教育者和监管人，这位老师不仅没有出面约束学生的恶劣行为，反而理直气壮地质问苏卡斯，这么多人一起出来怎么可能不吵那紧接着呢，这位带队老师喊出了那句轰动全网的神句，我们是带着钱来你们国家的。意思就是我们给你们国家送外汇来了，我们花钱了，我们大声喧哗怎么啦？最让苏卡斯感到绝望和心寒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幕。在这期间呢，满车厢坐着那么多的本地乘客，硬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所有人都在低头观望，任由他一个25岁的小姑娘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伤害。苏卡斯事后说，那一刻他极度的怀疑自己，甚至开始问自己，难道是我做错了吗？难道劝阻不文明行为是我错了吗？那好在苏卡斯非常冷静，他掏出了手机，把过程全程清清楚楚的录下来。下车之后呢，他做出了2个极其果断的决定。第一，向泰国的警方报警，准备对这起意大利学生提起诉讼。第二，把现场的视频直接发到了网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反击战，我不跟你在车厢里撕扯，我让法治和全网的舆论来裁决你。那视频一发出来整个泰国的网络世界瞬间就炸锅了。泰国网友看完录像，直接气炸在了评论区。带着几个钱就能踩到我们头上耍威风啦！我们欢迎游客，但不欢迎没有教养的无赖。必须查清楚这是哪个学校的，让他们付出代价。愤怒的网友不仅把整个游学团的背景扒个底朝天，更是组团冲到了意大利驻泰国大使馆的官方社交账号底下。那面对几万条愤怒的留言，意大利使馆彻底慌了他们太清楚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乘客吵架了，而是演变成了极其严重的跨国外交舆论危机了，极大损坏了意大利的国家形象。接下来的打脸速度堪称急速发酵。第一步使馆连夜3语求生。面对汹涌的舆论，
意大利驻泰国使馆紧急发布了官方声明，破天荒的用意大利语、英语、泰语3种语言向泰国公众表示深感遗憾，强烈谴责涉事学生的不当行为，并强调这些学生的言行绝不代表意大利人的价值观，甚至呢还发布了几位学生代表录制的道歉视频。还有第二步警局连夜传唤，当面低头道歉。7月25号晚上，曼谷警察局直接出手，连夜传唤涉事的5名核心学生以及他们的带队老师和监护人。前2天在轻轨上嚣张跋扈喊着我们带钱来的那几个小子，到了警局里看着表情严肃的泰国警察，看着门口聚满的媒体镜头，当场就彻底蔫了。在警察和监护人的见证下，双方在警局闭门会谈了1个多小时。这几名学生当面恭恭敬敬地向苏卡斯低下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达了诚挚的悔意。看到对方态度诚恳，苏卡斯接受了道歉，并同意删除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不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还有第3步法律铁拳1分不能少。你以为和解就完事了？泰国警方给所有人示范了什么叫一视同仁。即使苏卡斯选择了原谅，泰国警方依然依据泰国刑法中当面侮辱他人罪，对5名涉事学生每人处以1000泰铢的罚款。而其中那个竖中指的小子，因为在公共场所做出有辱他人行为，被再加罚1000泰铢。苏卡斯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选择接受道歉，是因为我觉得应该给愿意改过的人一次机会，但我报警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我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同时也是为了提醒所有泰国的外来游客，来到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尊重我们人民的权利和文化。看完泰国这个事儿咱们再看看国内为什么很多中国网友看完泰国警方的处理，看完苏卡斯的做法，第一反应是解气，第二反应却是羡慕，甚至心里面泛起了一股深深的酸楚。因为这种我们带钱来你们这儿的傲慢嘴脸，咱们在国内见的太多了，而某些地方对于老外无原则的包容和区别对待，更是把咱们自家人的心给伤透了。咱们仔细回想一下过去这些年，国内某些部门和单位在对待外籍人员时，是不是经常出现让人看不懂的双重标准就说今年8月张家界景区这个事儿一个匈牙利的留学生拿国外的证件硬要买优惠票，当班的女员工依规核验不予办理，结果被游客同伴当场飙脏话辱骂。票后来补办材料办了，对方却偷拍女员工发到了网上抹黑。女员工为了自证清白发文回应，警方调解时她坚决不向老外道歉，因为她全程依法依规，凭什么道歉可是剧情的走向让人大跌眼镜景区管理层为了息事宁人，竟然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代表他向涉事的游客公开致歉，还全额退还了对方全部的消费，甚至还奉上了免预约入园特权。各位，你细品咱们的员工依规履职被辱骂，自家领导不仅不撑腰，反而踩着员工的尊严去给老外赔钱致歉送特权，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无底线的讨好把涉外特权捧到了天上去再想想平时那些事儿你看咱们自家的人在地铁上吃个煎饼啦，或者手机声音放大点巡查人员立马就上前制止。可是换成外籍人员在大声喧哗、脚蹬座椅，甚至在车厢里耍酒疯，相关人员往往是温和劝导、文明包容，一句涉外无小事或者文化差异就口头教育放过了。还有办事效率的双标普通人丢失了电动车、丢失了手机去报案，很多时候只能登记备案，被告知回去等通知，最后不了了之了。可是，一旦有老外丢了自行车或者包包，某些地方连夜调取几十个摄像头的监控发动大量的警力，几天内绿灯秒破，甚至还要发新闻宣传，展现了城市温度。最后当然少不了执法底线的双标。曾经有外籍人员在街头推搡执法人员，违规骑行，处理结果往往是深刻检讨、书面致歉。可如果是本地居民做出同样的违法行为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丝毫不留情面。这种极个别现象说白了就是某些管理者骨子里的不自信，硬生给某些外籍人员培养出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些傲慢的外国人为什么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耍威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种无底线的超国民待遇给一步步惯出来的。他们以为到了亚洲，只要亮出外国护照就能享有高待遇只要高喊一声我是来消费的，就能踩在公共规则之上。
泰国这次的处理方式就像一面清脆的镜子，照出了某些地方在涉外管理上的软弱和悲切。要知道，泰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旅游收入是他们的经济命脉，外汇对于他们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按某些人的逻辑，为了发展旅游，为了外汇，就得对外国游客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但泰国警方和25岁的泰国姑娘用行动证明了，你带钱来消费我们双手欢迎，给你提供优质的服务。但你若想用钱来买尊严，践踏公共规则，辱骂我们的人民，对不起法律和警察会教你重新做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真正的自信和尊严，绝对不是靠对外人的卑躬屈膝、无底线讨好换来的，而是靠一视同仁的法律、不卑不亢的底线赢来的。那不管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东南亚人、中国人，只要踏上这片土地就必须遵守同一个规则、同一套法律。犯了错就得认，违了规就得罚，没有任何人能拥有超越规则的特权。只有当某些部门彻底放下那种涉外无小事的思想包袱不再给任何外籍人员提供超国民待遇，咱们才能真正的挺直腰杆。那些怀揣傲慢的洋巨婴才不敢在咱们的地盘上嚣张跋扈。这场曼谷轻轨的风波已经落幕了，正如苏卡兹最后所说，既然对方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就愿意给改过的人一次机会。他呼吁网友停止网络攻击，但他留给全社会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消费买得到服务，但买不到尊严；护照代表你的国籍，但代表不了你的特权。但愿泰国这次的硬气执法能给所有跨国出行的人敲响警钟，更给某些习惯了区别对待的部门好好上一课。平等的规则才是对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最大的尊重。各位，对于泰国这次的处理，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想说的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次再见。